当您拥有了一盆植物，不仅在环境氛围中增添些许清新，更是多了几分绿意。满心欢喜之余，或许也多了几个疑问：植栽摆在这个环境好吗？光线够不够？水要浇多少？是否需要施肥？应该怎么做才能养好它？如何让您的植物健健康康，持续保持赏心悦目？有几项植物的养护地雷，请一定要知道。倘若忽略或是不小心误踩了，那么植物的健康就很容易岌岌可危。今日来聊聊养植物要避开这几个养护地雷，让您的植物活得健健康康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观叶植物小笔记，我是秋明，带您一起认识室内植物，绿化居家环境。拥有植物是一件舒心的事，一片充满植物的居家角落，可以成为忙碌生活中的一抹绿洲。然而，学会如何养护植栽，让它们活得健健康康，有几项重点，只要把握住，就可以轻松养好植物。在体验过几盆超级不健康、看起来很虚弱的植物之后，以下都是来自我误踩地雷的经验，希望能对喜爱植物的您有帮助。接下来所说的植物养护地雷，请务必看到最后。过度浇水真的是杀死植物最快也是最有效的方法。倘若每天给它反复浇水，让土壤一直保持着水分饱和的状态，接着根就会开始腐烂，严重的话甚至会产生休眠真菌，在土壤中扩散，破坏植物的根部，加速它的死亡。因此，学会如何浇水，真的是养好植物的第一步骤，也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最好的浇水状态，就是等到盆土变轻，约略有5-6分的干燥时，再给植物浇水浇透。有些较小的盆栽，可能2天浇水一次，而有些较大的植栽，则是1周一次。久了之后，您就会找到植物浇水的频率了。保持着见干见湿的循环，这样根部才有健康的成长。另一方面，对植物置之不理，也很可能会使植物产生严重的脱水。接着，您就会看到一盆萎靡不振，再也活不起来的枯萎植物。尤其是蕨类植物，特别需要保持盆土湿润，更别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理它。如此一来，土壤就会变得比撒哈拉沙漠还要干燥。无论任何室内植物，都无法存活在没有浇水、没有打理的情境中，包含多肉植物与仙人掌。想象一下，当一个人长期的待在烈阳底下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没错，他可能会晒伤，甚至脱水、热衰竭。您知道吗？热带雨林植物最忌讳的，就是让它待在夏日的阳光下。如此，让您的室内植物整天待在直射的阳光之下，也会使它奄奄一息。由于雨林的环境是有着间接阳光、温暖湿润，还有着微风环境的空气对流，因此它们真的不适合炙热的太阳，也会因着太热而更快的干燥。倘若这时盆土又缺水，它们的生长状态真的会急转直下。
无论媒体或他人如何地说，有些植物可以养在室内的暗处角落。然而，事实上，没有任何植物能在密闭的黑暗中生长良好。倘若我是一株植物，绝对会讨厌生活在密闭不通风又没有光线的地方。或许一些植物店家都会标注某些植物适合在低光的环境生长，但是只要是植物，其实都需要一些阳光来进行光合作用。尤其忌讳把植物们养在地下室，您将会看到，在缺乏阳光与空气对流的环境之下，它们会渐渐萎靡，并且枯黄。由于在密闭阴暗的空间中缺乏温暖，植物会渐渐趋于停止生长。不通风的环境也使土壤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干燥。倘若在此时继续给它浇水，就会使植物的情况变得更糟。很快的，它就会奄奄一息。倘若把植物种植在没有排水孔的盆栽中，盆土很容易会因为排水不良、透气不足，而很慢很慢才能变干燥。这时候，如果再给它浇水，基本上植物就会如同待在沼泽的土壤里，很容易烂根。如同人一样，的确，每个植物都需要营养。无论哪一个品种的植物，倘若长期待在同一盆土中，没有给肥，也没有换盆增添新土，大多都会因为吸收完了土壤的营养，又没有再给肥料，而渐渐成长停滞。然而，倘若因此就频繁施肥，或者一次就施予过量的肥料，那么植物就会像一个吃了太多食物的人一样。给植物太多的食物会烧伤它们的根部，根部烧伤就会影响到整个植株的成长。您可以从看起来像是烧焦的叶子中，知道植株已经受到肥害了。此时就要减少施肥的量或者频率，给植物时间慢慢修复肥害造成的烧伤状态。常见的虫害像是蓟马、红蜘蛛、蚜虫、粉介壳虫、蚂蚁等等。一旦您发现植物上有任何虫入侵的迹象，请务必要尽早将它们赶除。无论是使用驱虫液或是杀虫剂，只要及早发现、及早预防，植物就可以免于被害虫侵蚀的危机。尤其在气候升温的时节，虫的活动会更加猖獗。倘若植株被害虫入侵并控制住，到那时候就真的很难救起您心爱的植物了。多数的室内植物其实都来自于热带雨林地区，当地的气温一整年大约都在25到摄氏28度，全年温暖湿润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植物们都喜欢温暖、稳定的环境，它们讨厌寒冷。在气温12到摄氏15度之间会生长缓慢，更是无法长期生存在摄氏10度以下的环境中。倘若在寒流来袭的日子不小心遗忘它们，没有将它们移至室内或温室之中，任由植物待在风雪中，那么它们必定很难挨得过这种摧残。植物如同人一样，需要维生的东西。阳光、
空气、水、土壤与营养。有了这几样元素，适时的照顾，适度的给予，它们就可以生长茁壮。这回的植物养护地雷就介绍到这里，希望看完这些能让您更了解植物，照顾植物不踩雷，成为绿手指。若您喜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秋明，我们下回见。